我自掏腰包500万给村里修了一条直通国道的柏油路，但我爸回村却被村里人要求交2000块过路费。既然如此，全刨了，1寸不留。周成，这是村里的路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做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老周头，别费劲了，这杆子是刚刚焊死的，你这车超重了，不让过。大壮，这路是橙子出钱修的，我这车道子才3吨多，哪能压坏路啊？少拿周成吓唬我，路进了咱刘家村，那就是村里的公路，你说不重就不重，我看10吨都有，压坏了你赔得起？真就3吨，你通融通融，雨再大，道子全要发芽烂掉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想过交2000块路损费。2000，我一车稻子都卖不到这么多钱。没钱？没钱就搁这淋着。大壮，你开门！当初说好的这路，咱家随便走。滚远点，别在那耗丧，吵得老子睡不着觉。爸，橙子，你可算来了！大壮他不让过，非要2000块钱，稻子淋雨要烂了啊！这路是我2年前花了500万铺出来的，当时刘大壮还舔着脸在工地上给我递烟，说我是村里的财神爷。现在财神爷的亲爹被他拦在雨里要买路钱。刘大壮，给我滚出来！赶紧滚！说不能走就是不能走，还敢踢门？你这老头是听不懂人。哟，大老板回来了，回来了也得讲规矩啊。谁让你装的？组里开会定的，为了保护集体资产，防止大车碾压。我爸这车是农用拖拉机，够不上大车的标准。我说他是，他就是。周成，你虽然有钱，但这村里姓刘，不姓周。哼，2000块钱对你来说也就一顿饭钱，交了我就把杆子抬起来。你叔知道你这么做事情吗？喂，谁呀？刘叔，我是周成，我在村口。哎呀，是大侄子，怎么回来看你爸？刘叔，我爸的拖拉机被刘大壮拦了，非要罚款2000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哎，大侄子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大壮也是按村里规矩办事嘛。按章办事，这路是我修的，我爸拉自家的粮食还要交钱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路是你修的没错，但你当时是捐给村里的吧？既然捐了，那就是村里的，规矩是大家伙一块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刘叔，现在雨这么大，我爸淋了雨咳嗽不停，粮食要是烂了，我爸……大侄子，你要理解我的难处，我得对全村人负责呀。要是给你家开了绿灯，以后别的车都要过，这路不就毁了吗？您的意思是，这钱非交不可？那是规矩，我也不能带头破坏规矩，不是？刘福才，不是当初修路时对我千恩万谢的样子了啊！听见没？我刘叔都发话了，周大老板掏钱吧，2000块，很划算的吧？行，刘大壮，你有种，钱给了，开门。早这样不就得了，非得费这口舌。橙子，咱回家，这钱爸给你。周老板，下次记得带钱啊！哼，橙子，咱回城里吧，这地方待不下去了。当初你修路，村里谁不夸你？现在呢，那刘大壮家盖房子，运砖的车把路边都压塌了，也没见有人拦。哟，橙子回来了，听说刚才在村口你跟大壮闹得不愉快。二婶有事儿？不是我说你，橙子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怎么这么小气？那路虽然是你修的，但现在是大家伙的。你爸那车确实重，压坏了，大家怎么走？就是，2000块钱对你算啥呀？非得让大壮难做。二婶，你家去年拉水泥的车起码10吨吧？
我怎么没见刘大壮拦你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家那是为了修房子，是正事。再说了，大壮是我侄子，他能拦我？所以，这路现在成了刘家的私人地盘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周成，做人不能忘本。你虽然在外面发了财，但根还在刘家村。别以为修了条路就能在村里当土皇帝，大家伙儿眼睛亮着呢。都在呢，正好，我也想跟大侄子聊聊。橙子，大家的话虽然重了点，但也是为了村里好。你修路，我们感激你，但你不能仗着修了路，就觉得全村人都得听你的。刘叔，我想知道那限高杆的罚款最后进谁的兜？那是集体的收入，用于以后的路面维护。怎么，你还怕我贪了？我只是觉得这路我修的时候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有使用权。哼，合同那是2年前的事了，现在规矩是路通了归组里统一管。这是开会签的，全村2/3的人都按了手印，上面写了，为了保护路面，所有大型机械进村必须缴纳保证金。就是有钱就了不起啊！哼，周成，你要是真想为村里好，就再捐个50万，把路面加厚，咱们肯定不拦你爸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爱护这条路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王经理吗？我是周成，之前让你准备的那批工程机械，现在可以进场了。对，进村那5公里的柏油路全部给我刨了，1寸都不要留，恢复成原来的泥巴路。周成，你疯了！这路你既然捐了，就是村里的，你敢动？刘叔，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有一条补充条款，如果存在单方面限制出资人的使用权，出资人有权收回或处置该资产。铺这路的每1分钱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既然你们觉得这路太娇贵，我爸的拖拉机压不起，那咱们就别用了。周成，你这是犯法，我们要报警抓你！报啊！顺便让人看看你们私设限高杆收买路钱够不够进去。姓周的，你吓唬谁呢？挖掘机进得来吗？老子带人在村口守着，谁敢动路一下，我废了他！哼，有些白眼狼果然是养不熟的。橙子，这是干啥呀？别闹这么大。爸，这路咱不稀罕，既然他们想要泥巴路，我就还给他们泥巴路。橙子，大侄子，有话好商量。大壮那是脾气急，钱我们退你还不成吗？路你不能动。这钱留着给你们买点降压药，毕竟以后的泥巴路不好走。没良心啊！周成这个小子要拆路了！赶快出来看呀！有钱人要难为咱们穷人了。为了这条路，我跑了3个月，在工地上晒脱了皮。我以为修的是致富路，没想到修的是白眼狼的胃口。谁敢动一下试试？你今天要是敢刨这路，老子就跟你拼了！周总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强行开工怕是要出大事。刘叔，这阵仗挺大呀。周成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让这些机器滚蛋，咱们还能坐下来谈。谈什么？谈下次我爸过路该交多少钱？我都说了，那钱可以退。我不缺那2000块钱，我缺的是个公道。公道？你拆了路，大家伙怎么出门？孩子怎么上学？这就是你的公道？有钱了不起啊！修了又拆，耍猴呢？就是，这路现在是大家的，你拆了就是犯罪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当初的投资协议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路面资产所有权归出资人所有，期限是20年。在这期间，我有权对路面去进行任何式的维护、翻修或移除。这不可能！当初签的时候没这一条。当初你光顾着数那5万块钱的协调费，合同看都没看就签了，忘了？动手！从这里开始，每隔100米刨开一个坑。我要让这路变成真正的颠簸泥路。我看谁敢！周成，你个混蛋！你放开老子！动你？你这种人不值得我弄脏手。但我会让你知道，没有这条路，你刘大壮在镇上的砂石生意还怎么做？周成，你住手啊！
你这是要断了咱们村的生路啊！老天爷呀，你睁眼看看吧！二婶，修路的时候你家渣占了3平米地，非要我赔5万块，最后我给了。现在我把路拆了，那3平米地还给你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修路那会儿，我家多要了2000。当初修路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找各种理由要过钱，有的说压坏了自家的菜地，有的说挡了自家的风水。我为了息事宁人，前后后多花了近100万。大家伙听我说，周成这样咱们必会钻山沟的日子。咱们刘家村好不容易有了这条路，要是没了路，果子怎么卖？孩子怎么上学？橙子，就算叔求你了，你爸的事儿，我让大壮当众给你赔礼道歉，行不行？道歉？道个屁！有种你就全刨了，谁不刨谁是孙子。行，既然大壮这么有骨气，我一定满足他。要不咱把那限高杆撤了吧？撤了有什么用？周成这是动真格的了，都怪刘大壮。这下好了，大家都玩完。都闭嘴！怕什么？他拆了，镇上还得给修，我就不信他能翻了天。大壮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条路是私人捐赠性质，我拆了它，起码10年内这里不会再有第2条柏寿路。橙子，够了。爸，还没够。他们不是说这路是村里的吗？我现在把路面带走，把土地还给村里，这叫物归原主。现在路断了，连台农用车都进不来。以前有柏油路，收购商的大卡车能直接开到果园门口，这哪是路，这简直是通往阴曹地府的坑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好好的路，非要做成这样啊！妈，别动。橙子，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当初他们拦爸的车时，二婶可是在旁边带头叫好的。橙子，在家呢。刘叔，这酒我可不敢喝，我怕喝了又要交2000块钱路损费。你看你还记仇呢。大壮已经被我关在家里了，那限高杆我也卖了废铁，以后绝没这事儿了。卖了废铁，那刘叔今儿来是有什么关照？橙子，叔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看这桃子都熟了，收购商进不来，大家都急疯了。你能不能先把那一段路垫一垫，哪怕铺点碎石也行啊。垫路那得花钱啊，刘叔，我也没钱啊，我这钱都拿去请拆迁队了。村里出钱，村里出5000块，你帮帮忙，找2台车拉点石粉垫垫。5000块？刘叔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当初我修这路花了500万，平均1米1000块。哼，你要垫那1公里，起码得10万，5000块连运费都不够。周成，你非要见死不救吗？这村里可全都是你的长辈。长辈会在大雨天把我爸拦在外面，长辈会为了2000块钱眼睁睁看着粮食烂掉。刘叔，你们刘家村的长辈，我高攀不起。送客。周成这小子怕是真的要把刘家村的根给刨了。老头子，没事，嗓子干。上次淋雨就是这样，上次淋完雨烧了3天。妈，拿件外套去县医院。国子，周建国回来。妈，周建国是谁？你舅。我有舅？有。在哪儿？我从小到大家里没人提过这个名字，今天提出来是有原因的，但不是现在问。急性肺炎合并胃溃疡穿孔，穿孔不大，止住了，但是右肺叶上2.3厘米，性质不明，等病理。最坏可能。你爸这年纪，肺上的东西我不打马虎眼，等结果。橙子，听说你爸住院了。我明天上午来县医院，有事跟你聊。好。老周哥，村里这块荒地20亩，离水源近，四面是黄桃林，租给你建加工厂，租金按县里指导价，头5年免租，
30年合同。地图画得很细，老王不是来套交情的，他是来谈合作的。刘家村的事让我对所有村里管事的都打了一个问号，不是冲老王个人，是被打怕了。王叔，我去王家村有个条件，地租按市场价上浮20%，加工厂40%利润，每年返村，专款专用，公示透明。但定了之后，村里管事的不能开口子走后门。橙子，我答应。我管村里15年，最大的规矩就是公平，走后门的我一个没批过。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村里年轻人没一个骂我的。这是一双干活的手，和刘叔不一样。对了，我那闺女上礼拜回来了，在省里干过2年，她做技术。明天我让她到县医院来一趟，跟你聊技术对接。她叫王晶。周总，我父亲让你尊重我，不代表我父亲让我加入你公司。我做技术对接，按合同，独立第三方，不要股份，不要红包，出了事我负责，赚了钱按合同分。他不握手，不寒暄，第一句话就划清界限。这种人，要么不好相处，要么是最好的合作伙伴。王老师，行。橙子，回老屋一趟。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有张纸，你给我拿来。什么纸？他不说是什么纸，但他让我回去拿。那个抽屉我从小到大没见过他打开。好，我去。自有刘家村开荒队于1995年9月，由社员周建强、周建奇开荒山地300亩，分配如下：周建强60亩，周建奇60亩。爸，缺的那2块呢？在你舅那里。就在哪儿？广东东莞，具体地方我也不知道，20年没联系了，活没活着不知道。老周头，你跟橙子说这些干嘛？你不能让橙子去广东找他，咱说好不提的。你忘了你舅怎么走的吗？你想让橙子也出事儿吗？老婆子，别说了，我活不过明年。橙子，加工厂先做，等你那头稳住了，你舅那一半不用你去找，他自己会送回来。什么？上礼拜我接到电话，是你舅的闺女，叫周敏。她说你舅去年肝癌走了，走的时候交代了一句话，你大伯家有事的时候，把那张纸寄回去。他已经寄了，快到了。周总，这是严树清，在县里食品厂干了32年质检，前年退休，我请他来做加工厂的质检主管。周总，我有个习惯，出错追到我，这条线我守。好。周总，有人在外头打听。谁？刘家村二猴子刘大壮的小弟，问咱们什么时候出货，招不招人？不用赶，让他打听，派2个人盯着，看他打听完了找谁汇报。刘大壮被关在家里，砂石场垮了，但刘家村的人还没死心。李总，王家村加工厂规划产能远超咱们去年新厂，主打中高端黄桃，配有3条深加工线，建成后会分流我们华北、华东近半数代理商。周成什么背景？做工程的，前2年回老家给刘山村捐了1条路，上个月把路刨了。刨了？刨了。找个机灵的去王家村打听，看他用谁的设备、谁的原料，招的工人是哪个村的。
好的。刘哥，那个周成的厂开起来了。行，我让人去看，你那边明白，咱不出面。姐夫，那个周成的事儿按规矩办，先派马哥去试探，试探不行再上手段。上面的事儿你别问。大壮，我走了，我儿子在我妈那儿，你别去找，你过你的日子。走，都给我滚！刘家村的人来了，7、8个都低着头，领头的我认得，刘小军，刘大壮的堂弟。刘小军跟刘大壮不是一个名字，我嘴里的公平就是分清这2个名字。周总，我妈对不起你家。行了，你妈是你妈，你是你。王老师，我爸走之前留了个黄桃蜜饯的方子，他自己调的，那个味道很特别，外面吃不到。我能不能找王晶老师看看？找王坚，他管技术。戴手套摸不出坏果的软硬。严师傅，这批原料有问题。桃叶病，真菌病害，外皮看不出。临县老果农的货。4月12号，王老三儿子王旭，手感好，可交。3个礼拜，从广东虎门到王家村，我爸说，就去年走了，肝癌。打开。爸，这是当年的字据。橙子，我爸去得快，没赶上见你。这张字据我藏了20多年，原版是刘文山自己一个人写的，他想独吞300亩。你爸去镇上告状后，刘文山慌了手脚，涂改原稿分给众人，自己留180，其余4人各分60。不料我抢过原稿，当场撕成2半。这个手续藏在张满仓家。橙子，那5张声明，你去找张满仓的儿子张志强。橙子，我不在了，这件事得活着的人办。橙子，加工厂的事先做，那5张声明你找时间去张志强那儿。刘文涛他72了，他等不到，你慢慢来。我讲3件事儿：合同、岗位、产品定位。不讲为家乡父老做贡献了，我在这上面吃过亏。朱总，妈，叫救护车！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身份证带了吗？王老师，你也得去医院。你父亲呢？上车了。你不跟着，我跟你一起。我得留下。不用。我跟你一起。走。王老师，你父亲那一辈，是不是也被人这样推倒过？周总，你建这个加工厂，不是为了赚钱。暂时稳住了，咳血是肺部血管破裂，
CT 显示阴影边缘有毛刺，明天上午做穿刺活检。医生说话很谨慎，谨慎本身就是回答。你吃东西了吗？喝点儿。王老师，今天的事不是混混。周总，我替你看着工地，你去把你要找的东西找回来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东西？你今天问我，你父亲那一辈是不是也被人推倒过？你不会问一个无关的人这种话。工地我盯着，老严管质量，我跟王经理对接施工，你回工厂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周总，精品食品的资金往来我查到一笔，说，经办人刘建国，成高地产董事，也是县农业商会前会长。这条链子追到底，追到底，追到底。请进。你这条冻干线，进口的瑞士机。对，原料所限工艺写得很细，我看过你工艺方案的摘校，能压到 4.7% 的含薯度，全省做到这个的只有3家。我问过苏省那边，也只有院校实验室做得出来。我开门见山，精品食品想跟你合作，出资1200万，占51%的股份，品牌保留，团队不动，你继续管理，条件配方共享，工艺授权给精品，咱2家做大。李总，授权后配方会变吗？周总，食品行业很现实，你的产品好，我尝过，但好的东西不一定卖得过差的东西。你的成本比我高3个点，售价高5个点，渠道窄10倍，你走的是窄路。我做了20年好厂子，我见过很多，死掉的好厂子比活着的好厂子多100倍。市场不管你好不好，市场只管你便不便宜。李总，你是觉得我们死定了？我不希望你们死，但得换路。配方授权给我，我用渠道帮你打开市场。配方不用都加，你做原版，我走量版，各自赚钱。第2个号码是私人，3天考虑。周总，你知道江南片区水果加工渠道委员会有多少家会员吗？40多家，我做了8年主席。喂，精品食品的供应链查清楚，他从谁手里拿原料，代工厂在哪儿，合作经销商有几家是他自己人，3天内拿一份完整报告给我。橙子，坐。王叔，看一下这个。橙子，我16岁那年我爸走的，他临走前1晚没睡，他坐在炕上看着窗外，对我说：“王家村活下去。”我接过这句话，我守了30年。你来了，我才知道活下去和讨公道不是一回事。我爸那年50，肝硬化，医生说是喝出来的，其实是气出来的。那年冬天，他在饭桌上替你爸说了几句话，后面被人打了。他回家发誓再不沾酒，也再不沾这事儿。他守了20年，喝了20年，喝坏了肝。渐渐昨晚跟我说了，他要全职加入工厂，我没拦。他比我有种，他从小听他爷爷的事儿。橙子，他加进来，我不出面，我只看着。周总，我父亲昨晚跟我说了，我加入做技术总监。明天我把合同改了，加入不是替我父亲，也不是替我爷爷，是替我自己。那条灌装线昨晚调试好了，明天试产，你晚上看吗？看。肺腺癌，中早期，可手术，最迟1周内做。橙子，做。
做之前就那封信，你跟王健讲了？讲了。那就好。周总，我跟张志强小时候赶集见过，他不认得我吧？不认得。今天你不用说话，站我后面，让他看见你。周总，来了。张哥，看一下。我爸临走前跟我说过，等周家有人来要就给。我守了7年。这字不是我爸的，他写周字这个口最后一笔他往左勾，这上面这些一笔不勾，是别人填的。张哥，你爸为什么没自己用？他怕到死都没敢拿，但他也没烧，他留着等谁来要。张哥，你这几年在哪儿干？煤厂装车3000一个月，来加工厂6000包食宿。周哥，我不是来要工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赏你，是你爸留着5张纸的人，以后你不会收，我得给个交代。行。周总，我堂哥那年要是把那2000块钱忘了会怎么样？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周总，我以后好好干。橙子，如果我撑不住了，你别怪我。爸，你撑住。周哥，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说听人讲，工地动工那天的混混是精品食品请的。她说她想见我，我没去。建华，他做错的事是他的事，你回不回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周哥，对不起，我妈那张嘴不是你的事。肿瘤切除，淋巴扫清干净，病理样本送实验室。目前看是中早期，预后乐观。周总，你父亲是个意志力很强的人。进去之前他跟我说，别给太多麻药，他想醒来看到他儿子。5张声明拿到了。拿到了。我没死，这件事儿活着办。橙子，刚才张志强家被人放火了，火不大，他自己扑灭了，门外贴了张纸，上面写着下次烧人。陈伯，我明天到。怎么样了？昨晚2个人汽油泼在门上，扔了一根燃着的烟头就跑。我刚好在屋里，听见声响就出来浇水，火没烧大，他们没回来。张哥，今天你跟我去王家村工地宿舍，我让王经理给你安排。昨晚那2个人我看了一眼，穿的衣服是镇长新装公司的工服，那家公司的老板是精品食品下面的承包商。周总，我留这儿，夜里我守，如果他们再来，我不开门，也不还手，我打110，我录像。不让我堂哥那一辈给我做的事接着做。行，留2个保镖陪你。周哥，
我爸那张照片一起带走。周总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李总，我不签。那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以后路上多保重。喂，做一份实名举报，针对城投地产那笔3000万和精品食品的资金流。周总，你这是要主动出击？是。收到，明天上午材料送出去。你是周成？你哪位？县农业商会前会长，现任城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。听说你父亲也在这层楼，过来打个招呼。刘董，我父亲挺好，谢谢您来。周总，咱聊几句，你方便不？你王家村加工厂的项目我很关注，做得不错。刘董，今天找我具体什么事？第一，动工典礼那场打砸事件；第二，你王家村那块原料基地，现在你想用，得跟村里谈。村里现在刘福才管。刘董，那5张声明我能看一下吗？当然，去镇上档案馆申请，我让人配合。不过，档案这种东西，调阅要有程序。哪个程序？诉讼，2年起，长一点的3年、5年。周总，你父亲身体不好，等不起。我叔刘文涛，今年72。现在是某农资集团的实控人。刘福才是我堂叔，刘文山是刘福才的爹，我堂祖父。刘大壮是我堂哥的儿子。考虑一下，我等你电话。专案组初步问询了李峰，出来之后，他给王富贵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姓周的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他不慌，他有底牌。精品食品在3省的合作经销商共46家，经穿透核查，其中11家股东背后是同一个家族刘姓。精品食品的代工厂3家，备案审批人是刘建国。精品食品过去3年的原料供货商5家，其中4家在县农资集团旗下，农资集团实控人刘文涛。喂，陈伯。橙子，我家被翻了，我下班回去开门，屋里东西全摔在地上，床被掀了，柜子开了，没拿走什么，但他们在找东西。陈伯，今晚先去工厂宿舍，我让王经理给你升级宿舍门，加一道铁门，我让人盯你那屋。精品那3000万的举报材料，再加一份补充，证据清单列清楚，纵火、恐吓、非法侵入。小周，坐。刘叔，我已经将城投地产的相关证据都移交给专案组了。专案组那个案子打不打得赢，看证据。但我知道，你那批举报材料里涉及城投地产到精品食品的3000万。我建议你撤举报，换2件东西。第一，你父亲那块开荒的那60亩；第二，精品食品那块，2条加起来2年回本。你现在的情况我很了解，你现在需要的是时间。接受这个方案，明天就走法院诉讼程序，半年到账。
明天上午等你回话。这枚指纹是唯一的线索。他刚才在威胁我，原话录音在我手机里，指纹做加固。周总，你打算怎么回？不回。明天我直接去专案组。刘建国给你打的电话说的什么？让他们先做点动作，试探一下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知道了。赵小死下毒前1周，李峰给你打过电话，原话是什么？他说那条线再压一回，配合的人都到位了。周总，出事了！县城2家超市把咱们的罐头全下了，说罐头里有玻璃渣。王老师，那批被举报的罐头流量还在吗？在，每一批都有流量。全部做全检，连夜做，我等你结果。周总，没玻璃渣，连一颗沙粒都没有，是恶意投诉。这是动工线，进口瑞士机，锁鲜工艺，含水路压到 4.7%。周总，出问题了。今天下午下线那一批黄桃果母金步菌快速检测中的不正常，已经全部封存，明天送省里。如果不是污染，就是有人加了。橙子，我守着，我没开门。你看左下角，4点12分，中间7分钟，监控盲区覆盖灌装线最后一段。这清洁工是谁？赵小四，王家村人，30岁，干了1个月。调他过来。走。小四昨天下午4点14分，在灌装线做什么？清洁。清洁了多久？7分钟。那2万从哪儿来？周总，我要坐牢吗？你做的事够坐牢，但坐多久？周总，我要坐牢吗？你做的事够坐牢，但坐多久看你说不说。我媳妇儿弟弟在精品食品找我加一袋粉给2万，我以为是味精。小四，那是金黄色葡萄杆菌，超标86倍，轻的住院，重的死。是刘哥，别的我不知道。周总，我女儿才2岁。周总，是姓刘的地盘。橙子，刘福才带姓陶的来了，等你爸醒，你回不回？建强大哥，刘建国的事举报能不能撤回？你们什么意思？出去！
橙子，扔出去！刘叔，陶哥，门在那边。老婆子，我没事儿。周总，工厂被30多刘家村人围了，刘大壮带头。不报，保镖守住，别动手，我天亮去。说。泼红漆，写辱骂字，摔酒瓶，刘大壮喝多。撑住，别冲动。刘大壮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周成，你少管闲事，老实点。你妈在哪儿？你儿子在哪儿？你死了，你儿子一辈子有个砸门窗的酒疯子爹。绑，送派出所。陈伯，没事了，去王家村住，别回这屋。橙子，我守着，我没开门。周总，你父亲他情况不太好，过来。伤口已经清框，金黄色丝柏胶菌感染，再晚2个小时，整个胸壁就保不住了。现在控制住了，但要观察72小时，病情可能反复。周总，你父亲被刺激了，以后他要静养。2条新线，1条替换灌装线已经重新调试，1条是从老爷那里调过来的备用线，明天的货能按时交，你不用去看，我看了。你烧退了？退了。他承认了资金往来，承认了派人下毒，赵小四那2万块是他安排的。他在保人，或者他在保自己。我们顺着王富贵供售里提到的资金渠道再查了一遍刘建国的账户，近5年有6笔大额收入，来源都是同一家公司，法人不是刘建国，是他的叔叔文涛。跑不了。是，跑不了了。王老真的住着吗？是的，老王这一辈子守了20年。我去叫他。陈伯，我跟您一起去。你是哪位？这是老周家的孩子，程子。原来是老周家的。程子，我等你20年了。其实我等的是你爸，但你爸没来，你来了也行。日记20年我每天记，每一次村集体的账样被改，每一笔从他那儿拿到的钱全在里。磁带，1996年。我跟刘文涛在他办公室谈那5张声明的录音，我自己藏的。他给我3万封口费，我那时候怕他哪天灭口。他威胁你？橙子，东西在你这儿，我命也在你这儿。集体账你做手脚，我给你3万封口费，出了事你顶。1年后我给你后路。文涛哥，我顶。够了，明天去专案组把这条线全部交上去，上面会扩大调查到刘文涛。会。这条线已经够了，可以扩大调查到刘文涛，但他72了，是个老人，我们要走程序。我确定。找谁？我找刘老，我姓周，是老周的儿子。老刘在屋里，你进来吧。找我什么事？刘老，我父亲住院，我带他来看您。建强住院多久了？1个多月。唉，我也70多了，过2年说不准就轮到我。呵，小周，听说你的加工厂出了点事儿，内部出了内鬼。我也听说了。年轻人有干劲儿是好事，但创业得稳，枪打出头鸟。你太冒尖，招人忌。刘老，村里那些事儿过去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慢走。您找谁？看刘老。我也看刘老。哦，我是他孙子。周成，东西
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橙子，刘文涛72了，你去跟他好好说说，把事情捋清楚就好。省专案组同志已经下来，今天上午到县城，明天动真的。今天下午我再去趟刘文涛家和他摊牌。录音原件在专案组，你手里是律师存档，够用，够用。今天我自己去，我不会出事。我舅活着的时候说打他左腿是他说的，他说左腿打了不耽误干活，伤着右腿就废了。他不让我舅死，要他活着走出村传话再说就废全身。我舅那天没敢回头，他活到现在也算他失算。今天我去让他自己认。周总上午刚来过。刘老在屋里。在。小周，坐。我跟您讲3件事儿，讲完我走。1996年10月，4张签名全是伪造的，每一个都是您让人练熟之后描上去的。指挥伪造的人是您，20年，每一笔白纸黑字全记着，每一次他从您那儿拿钱，每一次您让他做假账，全在里。小周，你这些在县里动不了我。你举报刘建国，他顶多商业贿赂；你举报王富贵，他是民营。你想动我，上面有人保我。你父亲20年没动我，你刚回来3个月，凭什么？刘老，您说的对，凭这些我动不了您，但我有一个东西，您没想到。王林友，那5张声明你做，字你练熟，做完1个月后烧掉草稿，我给你3万。文涛哥，我顶。20年前他来告状，建强他还活着，我以为他会再来。他在医院，我没想到他记得这么细，我也没想到他把这一笔留给了你。刘老，他没留给我。你出去吧，明天他们到，你不用陪，我自己开门。周总，找到刘文涛了，在镇北一座山上，那座山是开荒队当年那300亩。他坐在树下，被砍柴的老汉发现，已经走了。心源心猝死，现场没安眠药，省专案组派人勘查，没自杀痕迹，也没他杀痕迹，就是他自己走上去，心脏受不住。李峰那条线呢？上午同时收网，李峰已经被刑事拘留，刘建国上午也被带走。王富贵在认罪笔录上已经签字，刘伟在精品食品被免职，精品食品被另一家公司接管。我就说他比我爸狠，从来不出面，每一件事都是他指的。他这20年过得很安生。终于结束了，这300亩开荒地，承包权重新确认，5个人各60亩，归集体管理。刘大壮砂石场占的那120亩山地，强制清退。我爸看到了吗？上礼拜就送过去了，你爸在病床上签的字。今晚我家做饺子，你爸要来吗？你爸呢？在我妈那儿，他们也包。两边一起？嗯。好。橙子，我想回乡看一眼。看哪儿？那块地。我想看看那60亩分到我名下后是什么样子。周末，我带您去。建国最喜欢这棵树，我们开荒那年，中午吃饭都这棵树下。建国说，累了就坐这棵树下。橙子，你修的路，我看到了。我以为我看不到，没想到我活下来了。爸，明年清明，把旧的牌子接过来。好。福财呢？听说在镇上，在他儿子早餐铺端盘子，早上4点就起来，包子蒸笼，他负责端。
建国到了。王守业、张满仓、刘文山也是开荒人，他做错事的事儿，是他做错。开荒的事儿，他也做过。橙子，我跟你说过一句话，记不记得？记得，路在心里，不在脚下。那是我从前。今天我改一句，路在心里，也得在脚下。